当初你不是告诉我你身体不好，不能生孩子吗？难道你是在骗我，老婆？周白，体检报告出来了，医生说我身体不好，以后不能再怀孕了。老婆，没有孩子也很好，以后我们可以一直过二人世界了。周白，你真的不介意我不能生，愿意一辈子跟我金克？我喜欢的人是你，想要一辈子白头偕老的也是你，有没有孩子对我们来说根本不重要。薛依依，当年我好心答应你陪你丁克一辈子，没想到你早就在外面怀了别的男人的孩子，还生下一对野种。周白，我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，我当年跟洪安就是在同学聚会上喝多了酒，才意外有了孩子的。我当年的确想把孩子打掉的，但是洪安一直劝我，一直求我，我一时心软才生下他们的。依依，我求求你不要打掉我们的孩子好不好？算我求你了，好吗？不行，不能让周白知道我们的关系，这孩子绝对不能留。依依，我天生患有弱精症，你要把孩子打掉的话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了。算我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的，我喜欢你，我也知道我们不会有结果，你就把孩子留给我当个念想。依依，毕竟是2个无辜的生命啊！这样，只要你答应我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保证带着孩子月子高飞，绝对不会影响你跟顾周白的感情。后来我没想到会因为难产伤害了身体，导致我再也无法怀孕了。周白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背叛你的。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欢孩子吗？思安和念安是我的孩子，他们也是你的孩子呀。你还说没背叛我？徐依依，从你和那个男人发生意外起，那就是妥妥的背叛。你还选择了生下了孩子，那是错上加错。你现在还想让我认下这对野种？老东西，说谁是野种呢？就是妈，你才是徐氏集团的董事长。再说了，我们可是你的亲生孩子，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妈，还是先说正事吧。正事？薛依依，你还有什么正事要告诉我？哎呀，妈，还是由我来说吧。顾叔叔，我妈考虑到你们年纪也大了，已经无暇顾及公司了，所以干脆你们2个一起提前退休，趁公司上市之前呀，把公司交由我们继承管理吧。什么？让我把徐氏集团交给你们？没错，顾叔，我们是我妈亲生孩子，理应享有继承权。再说您年纪也大了，又没有个自己的亲生孩子，不交给我，你还能交给谁？你现在啊，就把你公司跟你持有的1半股份都让出来，等你老了，我们也能好好孝敬孝敬，给你养老送终，不是吗？薛依，这也是你的想法？薛依，这也是你的想法？我周白，思安跟念安说的对，我们2个丁克了这么多年，一个孩子都没有，他们都是我的孩子，又跟着我姓徐，公司交给他们再合适不过了。我们之间为什么没有孩子？难道你不比我清楚吗？周白，那都是陈年旧事，你现在翻出来斤斤计较，有意思没意思？而且当年你答应过我，等老了就放下公司陪着我全世界旅游，这现在有了继承人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况且他们都是国外名牌大学毕业的，肯定能帮你管理好公司，他们身上都流着我的血，这人品各方面的也都知根知底，把公司交给他们不比交给外人好啊。哎呀，老公，你就当是为了我好不好？为了你，徐依依，你名义上虽然是徐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但是从结婚到今天，你有来上过1天班吗？徐氏集团能够成功上市，是因为我
不眠不休的工作，陪酒陪到胃出血，才换来了今天的成就。你现在一句话就让我把公司让给他们，你觉得凭这2个野种，他们有什么资格继承公司？顾叔叔，既然你不想认我了，那正好，反正啊，我们也有自己的亲生父亲，不强求认你这个亲人。那我们各退一步，让我们继承我妈妈的资产就可以了。没错，反正我妈拥有徐氏集团1半资产，不管怎么样，都能分到不少。你呀，还不如大度一点，直接让我们继承公司。我们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等你老了，不把你赶出去。这么说，我还要反过来感谢你们的大恩大德。周白，他们2个还是孩子，你跟2个孩子阴阳怪气干什么？我知道这件事情你一时间难以接受，但是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？思安和念安就算不是你的亲骨肉，那又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应该爱屋及乌的去接受他们。如果你有孩子，我也可以把我的股份都给他们呀。但是你没有嘛，我们不能真的把徐氏集团交给外人吧？我给你点时间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他们刚回国，我先带他们去逛逛，买点东西。如果你考虑好了，就尽快在协议上签字。我跟徐茵茵是年少夫妻，白手起家，风风雨雨一起走过20年。本以为我们早已情深似海，没想到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欺骗和背叛。徐茵茵，徐氏集团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我绝不会让你们如愿的。向秘书，顾总，立刻向全球公开我的 DNA 信息，我要把当年我捐精所生的孩子全部都找回来。是。3年啊，你们是上天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，妈妈爱你们。最好的礼物。孩子父亲今天要回国了，我记得他最喜欢玫瑰花，特意准备了999朵玫瑰去接机。周白，茵茵，你来了。送给你，纪念我们第一次约会。茵茵，这送花应该我们男生来才对啊。谁说的？男生也可以收花呀。玫瑰花的花语是一生只爱一个人。周白，我徐茵茵发誓，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，只给你一个人送花。徐茵茵，20多年的光阴，恐怕你早就忘了当初的誓言了吧？老公，洪安刚回国，他对国内的一切都不熟悉，我先让他住在我们郊区的别墅里，等我把他安顿好了就回去陪你。哦，对了，股权转让的事情，你抽个时间尽快签字吧，爱你哦。顾总已将您的 DNA 信息发布到全球，相信很快就能查到您捐精所生孩子所有的信息。很好，找到以后，把这些孩子全部都带回来。是。徐茵茵，既然你选择了背叛这段婚姻，那就别怪我不留夫妻情面。自从苏红安回来，徐茵茵再没回过家。我知道她是在郊区别墅里陪着那男人一家。我冷眼看着徐茵茵给苏红安买豪车名表，看着她得意洋洋的在朋友圈炫耀。22年的风雨相互，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拥抱你。他们以为我的沉默是妥协，却不知道我在等待那个重要时刻的到来。顾总，找到几个孩子了？目前已经找到您的4个孩子，其他孩子的信息还在确认之中。
我也可以把我的股份都给他们的。但是你没有啊，我们不能真的把徐氏集团交给外人吧？徐茵茵，我已经找到我的亲生孩子了，希望你到时候兑现你的承诺。剩下孩子的信息也尽快确认，在徐氏集团上市之前，我一定要把他们全部都找回来。是。哦，对了，你再去帮我起草一份协议，把我名下所有的资产均分交由我这些亲生孩子来继承。周白，你说什么？你的亲生孩子？周白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什么亲生孩子啊？哈，没什么。向秘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周白让你办理股权转让的事儿？老公，你终于想清楚，把公司给三和念安继承了。公司上市的庆功宴上，我会对外宣布这个消息的。太好了，到时候当着公司的股东面宣布让他们继承，想必公司那些老古董们也无话可说。老公，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。这几天呢，就辛苦你筹备上市了。一旦上市成功，公司的市值就会翻数十倍，到时候思安和念安接手起来也会更轻松一点，是吧，向秘书？夫人说的是啊，有亲人肯定会轻松些，毕竟是血脉之亲嘛。对了，老公，既然你都已经答应把公司交给思安和念安了，有件事情想必你也不会反对。洪安刚回国，2个孩子也都习惯跟他住了。我想着呢，把郊区那套别墅送给他们，这样每周1、3、5我过去陪他们，每周2、4、6回来陪你。周末嘛，看我心情，怎么样？徐茵茵，你是个已婚女人，你觉得这么做合适吗？哎呀，老公，我不就是想补偿孩子嘛，所以才去陪他们的。虽然我做错过事情，但我是一直爱你的呀。而且我跟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让宋宏安再碰我的。等公司上市了，把股份彻彻底底的转给思安和念安，我就跟他们断绝关系，然后陪着你一起环游世界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回去陪思安和念安了。就这么说定了啊，爱你。徐茵茵，你还真以为这是股份转让协议？可惜注定要让你失望了。进来。顾总，您名下的资产分割协议已经拟好了，您确认一下。好，没问题，就这么办。7天后的庆功宴上，我要当着徐茵茵的面，给我的孩子们送上这份大礼。是。顾总，您都已经连续加班好几天了，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呀？好，那我先回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下班。好。快，等什么往前冲啊！来了。思安念安，别玩游戏了，快来吃鱼了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还有，我鱼缸里的鱼呢？老公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徐茵茵，是你让他们进来的，还杀了我的鱼。不是你老东西，你吼什么吼啊？这里是我妈家，也是我们的家，以后这里的东西都是我们的。就吃你条鱼嘛，我就算把这里都搬空了，你能把我们怎么样？思安，不许这么跟你姑叔说话。老公，我看你这些天没回来，我就想着接他们过来吃个饭。吃饭？所以你们就一声不吭的吃了我的锦鲤楼兰？你知道的，这是我从美国的拍卖会拍回来的，价值2000万。老公，洪安也不是故意的，孩子们想吃红烧鱼，家里也没有。我发现的时候，洪安已经把鱼给杀了。我想着杀都杀了，总不能浪费啊。这也不是给别人吃。哎呦，周白哥，
我不知道这条鱼这么贵，也不知道它的价值。我要知道，我都不会动它了。徐依依，让他原价赔偿。还有，让他们现在立刻马上从我的家里滚出去，不然我报警了。老东西，你让谁滚出去啊？不就吃你条鱼吗？没完没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你的财产早晚都是我爸什么都不用赔，你还报警？你报一个试试，我打断你腿！就是，你最好对我爸客气，那可是我的亲生父亲。你要是再这么斤斤计较，以后别怪我们不孝顺。哎，3年，这事是爸不对啊。莹莹，厨房里面还有汤炖着，别动过头了。周白哥这，我来解释啊。啊，好。顾周白，我呢知道这条鱼是金银龙腩，也知道它的价值，我就是故意的。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苏红安，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装绿茶，你不嫌丢脸啊？装绿茶又如何？你去告诉莹莹呀，你看她是信你还是信我？顾周白，娶到校花又能怎样？还不是一辈子被我踩在脚下，任我玩弄，就像现在这样。爸，周白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炖你的鱼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啊！顾周白，你在干什么？顾周白，有什么不满可以冲我，你干嘛为难红安？哎，周白，我……哎呦，红安，怎么了？周白哥不小心打翻了鱼汤，烫伤了我。莹莹啊，周白哥不是故意的，你原谅他好不好？顾周白，太过分了！我过分？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打翻了鱼汤了？我们全都看见了，就是你拿鱼汤砸向了我爸，要不是我爸躲个及时，他就被烫到了。没错，他还说呀，这鱼汤宁愿给狗吃，也不留给我们。顾周白，你说话怎么能这么恶毒，还如此小肚鸡肠？你真是太让我失望。红安，忍着点儿，现在带你去医院啊。好。徐莹莹，既然你选择站在苏红安这一边，那我们的夫妻情分到此为止。吴律师，给我起草一份离婚协议，我要离婚。哎呦，周白哥，你回来了。茵茵正在为我煮燕窝，你要不也来一碗？红安的手受伤了，需要人照顾，所以我把他接到家里来住几天。哎，周白哥，接下来我们要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希望你能不计前嫌的让我们好好相处啊。茵茵，周白哥是不是不喜欢我？要不我还是走吧。不用管他，你就住在这儿，看谁敢赶你走。周白，你今天对红安也太过……红安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有特定环境恐惧症，我最害怕打雷了，所以今天晚上你过来陪陪我。害怕打雷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今晚过去陪你。可是我怕顾白哥生气嘛。周白，红安那边需要人照顾，我只是过去陪他一晚，你不许再争风吃醋闹脾气了，听明白？徐茵茵，现在无论你做什么，都跟我没关系。哎，周白哥，我就是让茵茵过来陪陪我，绝对不会发生任何不轨的事儿。毕竟我是来加入这个家庭的，不是破坏这个家庭的。你放心，我们什么都不会有错的。
不用管他，我们走。周百哥，茵茵被你养得真好，看着跟20多年前没什么区别。顾周百，孤枕难眠的滋味不好受吧？等明天徐氏集团上市，你半辈子的心血都是我儿子跟女儿的了。唉，做到你这个窝囊份上，我都替你感到悲哀。顾周百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丑。顾总，您所有的孩子已全部找到，明天将会准时出现在庆功宴上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徐素环，明天我一定会让你和你们那两个野种一无所凭。哎，听说没？这徐氏集团今天刚上市，股票就一路飙升，市值翻了数十倍啊！这徐总和顾总这对夫妇已经成功的跃升成为江城的顶级富豪了。徐氏集团未来前途不可限量，徐总和顾总也算是白手起家，圈内出了名的丁克夫妇，就是不知道将来这偌大的家业交给谁来继承啊？我听说，顾总今天要在这庆功宴上宣布件大事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跟宣布继承人有关。徐总跟顾总来了。哎，妈，妹们，我听说徐氏集团上市之后，市值超过100亿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。现在不就见到了？这些财产呀，很快就全都是我们的了。老公，徐氏集团如今已经成功上市了，赶紧宣布把公司让思安和聂安继承吧。思安、聂安，徐氏集团可是你顾叔半辈子的心血，你们俩继承公司之后啊，可一定要认真管理，做大做强，把公司更上一层楼。哎呀，放心吧，爸，只要把公司交给我，我有信心带领徐氏集团跻身世界100强。老公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快宣布啊！茵茵啊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？哎呀，我这不是也是为了和你抛弃一切，享受生活吗？老公，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要陪我环游世界吗？徐茵茵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会把徐氏集团交给你这两个野种吧？顾周白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今天看在我们两个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他们立刻出在我面前永远消失。我可以给他们1000万的生活费，否则我会让他们所有人都一无所有。顾周白，你要把他们送出国？你休想！我绝对不可能同意的。周白哥，我们又不是图你的钱。再说，思安跟聂安好歹也是茵茵的亲生骨肉啊，你就1000万，你这让茵茵面子往哪搁呀？没错，老东西，1000万，你打发要饭的吧？薛英，你应该明白，钱都是我挣的。我要是一不高兴，把钱全都捐了，甚至我把我的股份跟你对拼，让公司直接破产。我一个人孤家寡人无所谓，可是你们这几口人可能1000万都拿不到。你说什么呢，老东西？你居然把我们的钱给捐了，你找死！顾总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居然敢对顾总动手！周白哥，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还这么冲动啊？茵茵那么爱你，只是一时犯错了而已，可给我生了2个孩子吧，你就要把钱捐了？怎么，你让他们娘仨要饭去？顾周白，我们夫妻20多年了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居然如此绝情！哼，我绝情？难道不是吗？我要不要钱无所谓，但是你怎么能把钱都捐了，让思安跟聂安跟着吃苦受罪？他们是我的孩子不假，
我们夫妻一场，他们难道就不是你的孩子吗？徐茵茵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就不该计较你给我带来的伤害，我还应该大度的接受这2个孩子，是吧？对啊，顾周白，现在都什么时代，你怎么思想还这么迂腐？是不是亲生孩子有没有血缘关系有那么重要吗？你如果真的爱我，就应该大度一点，接受我的2个孩子，并且把公事给他们继承。我迂腐。好，徐茵茵，我问你，如果我在外面也有孩子，你是不是也愿意接受他们，把他们当成你的孩子呢？什么？你的孩子？那是当然了。你如果外边有孩子，并且能接回来，我一定会把我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他们的。我可不像你那么小气和自私。好，我自私，我小气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就来成全你的高尚和无私。向秘书，是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不是说，如果我在外面有孩子，你也会把自己的股份转让给他们吗？来，证明给我看看，签字。好，既然你要用这种方式让我证明我的态度，那我愿意签。妈，你不能签，万一这老东西在外面真的有私生子，你签了，我们岂不是什么都得不到了？茵茵，千万别冲动，你的股份啊，是给孩子们最后的保障。你们就放心吧，顾周白爱我如命，为了我，这些年他早就跟身边的异性划清界限了，根本就不可能外面有孩子。签这个字，只不过是为了让我证明我的态度而已，走个形式，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实质的意义。公司只能是私安和念安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你笑什么？你不就是吃准我年纪大了，常年应酬，肝脏也不好，所以我再想生个孩子也不太可能了。不过你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肖秘书，把我的亲生孩子们都带进来。是。什么？爸？周白，他们是谁啊？没想到20多年了，我居然有见到自己生父的一天，可没想到我的父亲居然是江城首富。来这之前，我正在准备麻省理工的博士论文，是向阿姨找到我说爸爸有点困难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是啊，爸，向阿姨已经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部告诉我们了。今天我们既然来了，就绝不会让你受欺负。就是，没错。好孩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顾总和徐总是圈内出了名的丁克夫妻。这先是徐总领来2个孩子要继承徐氏集团，紧接着这顾总又领来7个孩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各位，趁着这个大喜的日子，我要宣布一件事情，这7个都是我的孩子。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股权连同徐茵茵转让过来的股权一起均分成7份，交由我的7个孩子来继承。顾周白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事儿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？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？刚才合同上白纸黑字都签得清清楚楚，怎么你反悔了？顾周白，你为了不让思安恋安继承公司，可是煞费苦心啊！先是捐款，后是报警，现在不知道从哪整出几个小年轻，说是你孩子。哼，没错，周白，我签的协议我自然认同，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是你的亲生子女才可以。老东西，你以为他们叫你一声爸就能继承徐氏集团了吗？那也得跟我们一样有血缘关系才行啊，才能让法律承认，懂吗？就是顾叔叔，你这不是在自取其辱吗？要是在大街上随随便便找几个不相干的人当孩子，就可以跟我争家产，那还有法律继承权干什么呀？谁说他们跟我没有血缘关系？他们每个人身上流的都是我顾周白的血。
你傻孩子想疯了吧？这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老东西，你要是这么想要孩子，就赶紧把公司转给我们。兴许啊，我们一高兴就叫你一声爹，让你过过眼。行了，周爸，别再闹了。你有没有孩子，我还能不知道？今天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再闹下去，我们都下不来台。下不来台的只会是你和你的这两个野种。顾周白，你够了，有完没完？你就不可能有自己的亲生孩子？你到底在犟什么？既然你不相信，那我就让你看个清清楚楚。肖秘书，把我和孩子的亲子鉴定报告拿给他看看。确认亲生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私生子？我居然一个都不知道！我不信，这是假的，这肯定都是你骗我的！徐茵茵，相处20多年，最了解我的人是你，知道我从不搞不正常男女关系，更不会在外面包养情人小三，所以利用我这一点，背刺我最狠的人也是你，骗你！要不然我们把鉴定机构的人喊到现场来，我们重新再做一次亲子鉴定，怎么样？他们7个都是你的亲生孩子。现在我把公司交给我的7个孩子继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徐总名义上是丁克，其实背地里早就和别的男人偷偷生了孩子，竟然还要把顾总这么多年的努力拱手送给这对私生子。这么说，顾总被戴了20多年的绿帽子啊！哎呀，幸亏顾总也有自己的孩子，让他们计划落空了，要不然呐，真就被这帮狗男女啊给吃绝户了。可是顾总不也是丁克吗？怎么转头和其他女人生了孩子？难道顾总也出轨了？好啊，周白哥，你说他们是你亲生孩子是吧？你居然偷偷生下这么多私生子，老子背叛茵茵多少次了？茵茵，枉他说爱你如命啊，居然背着你出轨多少次了，我真为你感到不值啊！顾周白，我说你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让我的孩子继承公司？原来你早就出轨了，你早就在为自己的私生子铺路。我竟然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。是你出轨在先，刚才签的转让协议我不认。没错，老东西，你婚内出，按照法律应该净身出户。你的这些野种私生子没有资格继承财产，你也没有资格再动用公司的1分钱。顾叔叔，你说说你，老老实实让我们继承公司不就好了？非得闹这一出。现在好了，不仅公司的股份没了，这脸呀也丢尽了。顾周白，我不想再跟你浪费时间了，现在找人重新拟定协议，把我们的股权全部转给思安跟念安，还有让你这些私生子给我滚出国去。我可以原谅你的出轨行为，要么出轨？我出轨？徐茵茵，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对感情不诚，对另一半不忠？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恶心、龌龊？顾周白，你现在有什么脸来指责我？你如果没出轨，那这些孩子从哪儿来的？好，夏秘书，你告诉他们，我的这些孩子是怎么来的。顾总从来没有做过背叛婚姻、背叛家庭的事情。至于他这7个孩子，都是他当初无偿捐精诞生的。什么？捐精？顾周白，你……徐茵茵，没想到吧？从你提出丁克那一年，我就开始捐精，因为我觉得就算不能相认，但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能有与我血脉相承的孩子，我不至于孤家寡人一个。没想到我现在老了，你竟然给我一个这么大的惊喜，让我不得不把他们重新再找回来。顾总他捐精合法合规，而他的子女享有继承权，也毋庸置疑。
没想到这老东西心机这么深，怕是走的地方这一天。妈，绝对不行！要是让这7个野种继承了公司，那我和哥哥就什么都得不到了。徐氏集团现在市值100亿，我可不想失去这么多财产。是啊，茵茵，你得为我们孩子着想。放心，徐氏集团只能是你，我绝对不允许别人抢走的。周白，选公司继承人这事儿，我们要重新商量。徐总，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当然了，选公司继承人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当然要谨慎考虑。周白，毕竟你不了解这些孩子，如果真是他们没有能力接手公司，那公司不就坏在他们手上了吗？这你不用操心了，我已经查得非常清楚了。我的大儿子林思南，清北毕业，年纪轻轻就已经在一家上市公司当金融顾问。我的大女儿郑婉瑜，麻省理工最年轻的博士，主修企业管理，虽然还没毕业，但是已经陆续收到世界500强企业的邀请。我的其他子女都是各个领域的精英，你觉得他们能管理不好公司吗？可是什么？徐茵茵，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但是这已经是事实了，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？就算他们不是你的亲骨肉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这现在有了继承人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况且他们都是国外名牌大学毕业的，肯定能帮你管理好公司。他们身上都流着我的血，这人品各方面的也都知根知底。把公司交给他们，不比交给外人好啊！我知道这件事情你一时间难以接受，但是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？思安和念安就算不是你的亲骨肉，那又有什么关系？顾周白，我们20多年的婚姻，你竟然算计我！我算计你？这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如果我有孩子，你也会大度的接受他们。怎么，我现在把他们请过来了，你反而不乐意了？让我来替你说，因为你压根就没想到我真的有孩子，所以你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当然，现在你的态度已经无关紧要了，因为你已经把所有的股份都转让给我的孩子了。不，周白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！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没有珍惜。我说过，我会让你们一无所有，我就会说到做到。我说过，这2个人不能继承公司，他们就别想染指，公司分好。你敢！老东西，我警告你，赶快把我妈签的那份转让协议撕了，然后把徐氏集团分给我的一半，不然我绝不让你好过。我他妈忍你很久了，不让我爸好过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他妈敢打我？你信不信我？王八蛋，你敢打我哥！小逼崽子，你敢打我孩子！你凭什么打人？你这人有没有教养？我现在不想打你，但你最好给我让开。你不打我打。你敢打我？周白，你就看着他打我，最该打的就是你。我爸为了徐氏集团差点累垮身子，就是为了你能过点好日子。你可倒好，不仅背叛他，现在还要把他半生的心血交给你的私生子，你简直就是个白眼狼！你们2个好大的胆子！你闭嘴吧！全都是疯子！我要报警，让警察抓你们！报警？你们仗着人多欺负我爸？我是他的子女，为父出头，天经地义。抽你就应该受着。没错，真以为我爸就是孤家寡人，能让你们随便欺负？今天我们兄弟姐妹都来，我看谁敢动我爸一根手指头！原来被孩子们护着是这样幸福的感觉。顾周白，你就让他们当众打人是吧？我要告你们！你们对我们已经造成了人身伤害，是犯罪！我要告你们！顾周白，你也知道违法。你和徐茵茵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违法？你利用这2个孩子，试图侵吞我财产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违法？
所以说，顾总拥有孩子合法合规，反倒是这个徐总出轨在先，背叛了感情，还想让自己的野种登堂入室。就是啊，是顾总让他过上了豪门阔太太的生活。那你看看他，简直就是忘恩负义、不知廉耻啊！都闭嘴！你们知道什么？我只不过是一时情不自禁，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，那又怎么了？你们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？爷爷，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让思安跟念安拿到公司的继承权。你快想想办法。我现在已经没有股份了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妈，你不说那个老东西最听你的话吗？你让他现在这几个野种赶出去，不然你就跟他离婚。哎，对呀，妈，他宁愿捐精，也不愿意去外面找女人，还不是说明爱你爱到骨子里了？你就拿离婚逼迫他让步啊！顾周白，你在外面捐精有孩子这个事情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你必须现在立刻把他们赶出去，还有对外宣布把公司给思安和念安，要不然我就跟你离婚。离婚？姓顾的，你那么爱我妈，肯定不想跟我妈妈离婚吧？但是这事儿啊，可由不得你。没错，姓顾的，如果你不按照我妈说的做，我这就带我妈出国，下半辈子你再也见不到我。爸，虽然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不方便插手你感情上的事，但是我还是想说，这个女人不是两倍，离了更好。住嘴！这有你什么事啊？你不就想继承徐氏集团吗？所以才撺掇我妈和顾叔尽早离婚。哼，只有你们这种废物才会想要不属于自己的财产。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给我爸出口气，不是来分家产的。爸，虽然你没有养育我们，但是我们身体里流的是你的血，所以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们都会支持你的。既然如此，姓顾的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这几个野种赶出去！难道你真想跟我妈离婚吗？顾周白，你现在还犹豫不决？你难道真的想跟我离婚？好，既然你觉得公司和孩子更重要，那我们就干脆离婚算了。好，我就知道你还是……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求之不得，一言为定，我们离婚。顾总，这是您交代我起草的离婚协议，请您过目。离婚协议？没错，我刚才就在等离婚协议。你不会真以为我会为你这个烂人放弃我的事业和孩子吧？你不是想要离婚吗？来，签字。顾周白，你竟然真的要跟我离婚？就为了这几个私生子，你要放弃跟我这么多年的感情？是啊，周白哥，你们都相爱20多年了，不能说你就你啊，这也太草率了。妈，这老东西软硬不吃，摆明了不想给我们股份，现在怎么办呀？是啊，总不能让妈真跟他离婚吧？这样我们就没办法。为什么不能真离婚？我知道他爱我，他不可能离开我。他当众拿出这份离婚协议，不过就是为了装模作样罢了。他吃定了我不肯签字，想用这种以退为进的方式逼我退让。我偏不如他的意。你别冲动，哎，再想想办法啊！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顾周白，这是你让我签字，你别后悔。不是这，顾周白，你看好，字我已经签过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真的很生气。你如果不好好跟我道歉，我绝对不会跟你复婚的。徐茵茵，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？你哪来的底气会认为我会为了你这种烂人
而回头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多久。顾周白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你都快50岁了，身体也垮了，连生育能力都丧失。跟我离婚，你可就是个二手男人。除了我，谁还愿意要你啊？哎，是啊，周白哥，人到了晚年就会感到孤独。虽然你的子女多，但不能一天什么事都不干，就陪着你吧。这年头还是老婆好。顾叔叔，你和我妈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又不是仇人，没必要非得闹到这一步。哎呀，你就退一步，给我们点股份，就当和我妈妈开心了。哎，对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这个女人和我爸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们竟然还在惦记她的财产，我见过不要脸，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。不是念安，不用跟他说那么多话，我倒要看看顾周白晚年怎么过的。顾周白，你就好好守着你的股权过下半辈子吧。你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家伙，除了我，没有人愿意跟你在一起。谁说没有啊？我愿意陪顾总过他的下半生。夏秘书，你顾总，其实我在成为你秘书之前，还有一个身份，就是你大学时候的学妹。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可能你已经忘了，但我永远都会记得。那是我从校外兼职回来，路过一个巷子。哟，小妹妹，这么晚回学校，是不是早就关门了？不如陪哥几个去喝几杯，怎么样啊，小妹妹？你们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喊人了！喊人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这条街谁敢管我们刀哥的事儿啊？就是，还是陪哥几个人好好玩玩吧。住手！妈的，你他妈谁呀？干老子闲事！兄弟们，给我干他！还不快滚！同学，没事吧？天快黑了，外面不安全，赶紧回学校吧。原来当年被小混混堵在巷子里的人是你。是我，没有人知道，当时你的出现对于我来说到底有多重要。我回到学校到处打听你，可是得到的消息是，你早已经跟徐茵茵在一起了。我做不到插足别人感情的事情，所以我只能把年少的感情藏在心底。于是我入职了徐氏集团，成为了您的秘书。我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也挺好，但没想到却等到你单身离异的一天。原来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有个人一直默默地陪伴我，爱着我。这又什么情况啊？向秘书竟然爱慕顾总多年。徐总前一刻还有恃无恐，觉得顾总除了他没人要，结果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啪啪打脸呐！要我说呀，还是向秘书和顾总更配。至于许茵茵这个烂人，哼，不要也罢。向成晚，你居然敢勾引我老公！你够了！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顾周白，你竟然吼我！你竟然为了别的女人吼我！好啊，周白哥，我说你怎么有恃无恐，要跟依依离婚呢？原来已经找好了下家，什么相爱多年，我看你们俩早就有一腿了。顾周白，你这么对得起依依吗？老东西，你不但出轨，还带着小三儿到我妈面前耀武扬威，你简直是太无耻了！顾周白，亏我这么信任，你居然在我眼皮子底下出轨这个狐狸精！顾周白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当初是你承诺过这辈子只会爱我一个人，你居然背叛我们的感情，出轨别的狐狸精，你还有没有心啊你？徐茵茵，我看你还真是不要脸！你自己在外面有私生子，你就是意外，就是迫不得已。我被你们污蔑出轨，就是背叛感情，你可真会玩双标啊！没错，徐女士，我跟顾总以前只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，但是他现在离异，我单身，我向他示爱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不同意离婚。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？我不管，反正我就是不同意，不管是离婚协议还是刚才签的股权转让，我全都不要。
顾守白，别的事情我不管，今天你必须拿出1半的股份给三和念安，要不然怎么样？要不然我们就曝光你出轨的事。没错，反正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但你不一样啊，你是上流人士，你要面子。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们1半的财产，我们就曝光你。想曝光出去，好啊，但你们一定要实话实说。但凡有半点造谣，我都会以诽谤罪起诉你。哪儿都有你啊！徐茵茵，从现在起，你要干什么是你自己的事，我们之间再无瓜葛。我会收回你名下所有的资金和资产，徐氏也将改成顾氏。你带着你的野种，还有你的男人，自生自灭去吧。走，给我滚出去！干什么？凭什么赶我们？凭什么？你说凭什么？这栋别墅是顾总的资产，让你们几个在这白住了这么多天，还真为自己的了，给我滚！跟他们废什么话？既然顾总都吩咐了，那就让他们全部滚蛋！去！你们这群臭保安，狗眼看人低，等将来老子继承了徐氏集团，饶不饶你们？一个野种私生子而已，在这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徐氏集团已经成为顾氏集团，跟你们几个一点关系没有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妈，这下怎么办呢？妈，我可不想流落街头当乞丐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三娘，你们放心，有妈在，妈一定照顾好你们。我这个镯子还能值个几万块钱，我这就去卖了。我先租个房子，咱们先过渡一下。好。这一点油水都没有，怎么吃啊？妈，我们回国是来过好日子的，现在可倒好，股份没拿到，别墅住不了，现在连肉都吃不上了。思安，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茵茵，这事你别怪思安，毕竟他们俩从小锦衣玉食惯了，哪受得了这种苦？我怎么会怪思安呢？要怪也得怪顾周白。要是他让思安和念安继承公司，我们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现在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。茵茵，你跟周白哥感情这么多年，哪能说断就断啊？他又是找回私生子，又是离婚的，我看他心里面就是放心不下你。要不你回去哄哄周白哥？什么？他把我气成这样，还让我去哄他？现在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。你给他一个台阶，他不就下来了吗？他那么爱你，到时候不一样对你好吗？那也不至于让思安跟念安在这受苦吧？就算周白哥抵诉这俩孩子，不给思安、念安继承权，那以周白哥的财富，随随便便给1个亿，这总可以吧？就是啊，妈，自从我们出生之后，你就很少来看我们，害得我们被别人骂是私生子。难道你不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吗？不是的，念安。既然不是，那你就去找顾周白呀！我再也不想住这种地方，天天吃咸菜了。好，为了思安和念安，我就再给顾周白一次机会，只要他肯做出让步，我就原谅他。该死！本来徐氏集团是我们父子的，没想到顾周白竟然居然见识上了这么多野种。爸，我看顾周白那个老东西对我妈的态度不像是装的。如果妈她什么钱都拿不到怎么办呀？哎，站住！陌生人不能进入公司。敢拦我？睁大你们眼睛，好好看清楚我是谁！我可是徐氏集团董事长。还徐氏集团董事长，早就改成顾氏集团了。如今顾总才是集团的董事长。就是，花着顾总的钱，转身就给顾总戴绿帽子。像你这种不要脸的贱女人，不能进入公司。你们两个臭保安竟然敢骂我！我骂你怎么了啊？大家过来看啊！这就是我们公司前任挂名董事长，不要脸的出轨女。
哟，她就是徐茵茵啊！听说她不仅出轨，还试图让私生子吃顾总绝户，这也太卑鄙了。就是啊，这种女人放在古代可是要进猪笼的。你思南跟婉瑜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就提前回去了。我已将股权均分成7份，并且得到了法院的公证。顾周白，哎，站住！顾总，徐茵茵，你来干嘛？顾周白，我今天来是想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给我机会？对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些小伎俩，你不就是想用这个手段逼我让步吗？行，算你赢了。我可以答应不让思安跟念安染指公司，但你必须得给他们2个人每个人至少2个亿的生活费啊！还有，你必须把这个狐狸精给我开了，还有刚才骂我2个臭保安都开了，我才能重新跟你在一起。这么说你是同意了，算你识相。你之前还把我的财产都收回了，你必须得双倍补偿我。徐茵茵啊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人可以蠢到这种地步？是什么让你觉得我会重新跟你在一起？我们2个在一起生活20多年了，而且你又那么爱我，离开我根本就活不了。你不跟我在一起，跟谁在一起？顾周白，我跟你保证，只要你给思安、念安4个亿，并且给我双倍补偿，我以后肯定全心全意爱你，再也不辜负你的爱了。怎么样？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神经病！这个可恶啊！顾周白，周白，徐茵茵，你有完没完？顾周白，你差不多就行了，有些手段玩过头可就没意思了。再说了，我已经让步了，我劝你最好见好就收。既然你到现在还认不清现实，那我就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。你现在让不让步已经不重要，我不爱你了，也不要你了，更没兴趣跟你复婚了。你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吧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听着，自从你背叛我，瞒着我，生下那2野种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会有今天这个结果。你现在让不让步已经不重要，我不爱你，也不要你，更没兴趣跟你复婚了。自从你背叛我，瞒着我，生下那2野种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会有今天这个结果。我不信你不爱我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是拉不下来脸，对吧？我今天就站在这儿，信了吗？对我不管不顾。究竟是谁放掉这段感情？顾周白，你真的终于明白，办不到的承诺就成了枷锁。周白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。春晚，怎么突然发烧了？家里备着药吗？周白，好，你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到。他说的是真的，他不爱我，他也不要我了。茵茵，你快来了！哎妈，那老东西是什么态度啊？愿意给我们钱吗？他不可能再给钱了，他甚至连我都不要了。哪怕我在他别墅门口站了整整1天，他都漠不关心。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能说不爱就不爱了？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从他那儿拿不到1分钱了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跟我妹从出生开始，你就没怎么看过我。
害我们被骂野种。要是没钱，我们又会被人瞧不起，要怎么生活呀？你必须弄到钱。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呀。那我不管，你去求那个老东西，你下回磕头，只要能弄到钱，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对，这是你欠我的。你之前明明答应让我和我哥继承1万家产的。要是我和我哥拿不到钱，以后我们也不会叫你妈。我们可没有你这种没有出息的妈。三娘，你们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怎么不能说？你好歹跟那老东西结婚这么多年，结果却落到了一个净身出户、被扫地出门的下场。你自己没能耐，还不让人说？我哥说的没错，要我说这一切都怪你。要不是你自作主张签什么股份转让协议和离婚协议书，我们至于1分钱都拿不到吗？哎，对，要不是那2份转让协议，我们好歹还能分走1半的股份，几十亿啊，一辈子花不完的钱。结果到头来一场空，都怪我。怪我？三娘，你们怎么能怪我呢？怪你怪谁？洪安，你什么你？古周白在你眼皮底下捐精那么多次，还生了7个孩子，你都不知道。你除了吃喝玩乐，买奢侈品，去美容院整整容，你还会干什么？徐英，你就是个废物，蠢货，蠢到无可救药。我废物，我蠢，你们现在都来怪我，那我呢？我为什么要签股权转让协议？我为什么要签离婚协议啊？还不都是为了让你们能拥有继承权？你们现在都过来怪我，难道今天这个结果是我想看到的吗？我原本可是徐氏集团高高在上的董事长，公司上市，我的资产至少能超过50亿。我为了能让你们2个继承公司，我现在一切都没有了。你们知道外面那些人怎么骂我吗？骂我卑鄙，骂我不要脸，骂我就该被进猪笼。我为了谁？我为了你们，我帮所有人的唾骂，你们现在全部来怪我。哎呀，你少说那些没用的，他们怎么骂我不管，但是我们叫你一声妈，你就该对我们负责。你说什么？徐三，再怎么说我也给了你20多年的荣华富贵，你说这话你有没有良心啊？闭嘴吧你！之前你是给我们钱来着，但是我们不也管你叫妈了？你以为没有这20年的荣华富贵，我们会认你当妈？你想多了。你说什么？不是，就算没有钱，你跟聂兰身上也流着我的血，你们怎么能不认我呢？流着你的血，住口！哎呀，爸，你怕什么？他现在就是个废物，已经没有利用价值。告诉他真相又能如何呢？就是什么真相？苏欢他们说的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和我哥呀，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孩子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和三不是我的孩子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在说谎，对不对？就你现在这样，也配我对你说谎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呀，是我爸爸和白月光的孩子。白月光的孩子，苏宏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既然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，那我就告诉你真相吧。他们2个确实是我白月光的孩子，之所以认你当妈，只是因为我白月光早逝，其次呢，只是想利用你继承徐氏集团的财产。不可能！我记得我当初明明生的就是龙凤胎，他们怎么可能是别人的孩子？事情就是这么巧，你跟他都怀了我的孩子，都是龙凤胎。你以为当初我求着你生下孩子，是因为我爱你？当然不是了，我要的只是因为你是徐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就这么简单。爷，我求求你不要打掉我们的孩子好不好？算我求你了。不行，不能让周白知道我们的关系，这孩子绝对不能留。爷，我天生患有肉竞争，你要把孩子打掉的话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了。算我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的，我喜欢你，我也知道我们不会有结果，你就把孩子留给我当个念想。爷，毕竟是2个无辜的生命啊，
这样，只要你答应我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保证带着孩子月子高飞，绝对不会影响你跟顾周白的感情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就打算利用我了，对吗？比那个时候还要早。还记得同学聚会吗？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发起的，目的啊，就是为了把你灌醉，跟你发生关系，然后成功的让你怀上我的孩子。这就是我的计划。你混蛋！我混蛋又怎样？我这个人天生好吃懒做，吃不了奋斗的苦，所以啊，只能用这种方法了。没办法，同学里面就你跟顾周白发展的最好。当然，事情一开始的发展并没有让我失望，徐氏集团越做越大，而你并没有发现这么多年来你呵护备至的龙凤胎不是你的孩子。只可惜我并没有想到，在给孩子继承权这一块，你竟然这么蠢！20多年来的付出，付之东流。徐英，你真是个废物！我废物？索婉，我可怜你，我给你生孩子，为了让你有后。我没想到，从头到尾都是你的算计。我白白给别人养了20多年的孩子，我甚至为了让他们拿到继承权，我失去了爱情、财产，我失去了所有的一切，我这又算什么？算什么？算你蠢！我承认，我接近你是为了徐氏集团的财产，你又为了什么？我就装装可怜，你就背着丈夫跟别的男人生孩子，还维护私生子，跟丈夫离婚。徐英，你做这些完全咎由自取。是啊，我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怎么就沦落到今天这步了？周白，思安跟念安说的对，我们2个丁克了这么多年，一个孩子都没有，他们都是我的孩子，又跟着我姓徐，公司交给他们再合适不过了。顾周白，有什么不满可以冲我来，你干嘛为难红安？周白，红安那边需要人照顾，我只是过去陪他一晚，你不许再争风吃醋闹脾气了，听明白了？可笑，真是可笑！我居然到今天才意识到，周白才是我最重要的。我居然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，背叛他，一而再的伤害他。我到底在做什么？我真是蠢死了！我承认，之前是我犯糊涂，我认栽了。我现在就想知道，我当初生的那这个龙凤胎现在在哪？你的孩子？哦，当初就被我丢了。你说什么？要不然留着他们干什么？增加被你发现的风险吗？还是说你觉得我爱你，把他们留下来？索婉，再怎么说，这对龙凤胎也是你的孩子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那又怎么样？我就认我白月光的孩子，别的我不认。就是，我妈跟我爸才是真正的爱情，你算是什么东西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你的孩子已经死了20多年了。你现在想去找他们，只能去阎王那里钻投胎名册了。索婉，你就是个混蛋，你们2个简直是畜生！我赶紧拼了！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要撒泼，外面撒泼去！别以为我是顾周白，我会惯着你啊！是啊，只有顾周白会无条件的包容我、爱我、呵护我，我却因为我的愚蠢把他弄丢了。对，他那么爱我，他一定不会对我不管不问的。只要我放下架子，去好好的跟他道歉认错，他一定会原谅我的，他一定会原谅我的，他一定会。
徐茵茵，你怎么还阴魂不散？你到底想干嘛？周白，顾总，你为我忙活了一整晚，我给你泡了杯茶醒醒神。顾总，想成晚，周白，你怎么能把他带到家里来呢？你们昨天晚上干什么？我把谁带到家里来，跟谁做了什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徐茵茵，我再重申一遍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周白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我也意识到了我之前做的那些错事有多可笑，可是我也是被苏红安给骗了。徐思安跟徐念安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，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。周白，你怎么都不惊讶？你难道知道他们不是我的孩子？顾总当然知道了。从你把那对龙凤胎带回家的时候，顾总就已经让我把他们的信息查个底儿朝天了。顾总，已经调查清楚了，22年前，徐总确实背着您生了一对龙凤胎。只是这对龙凤胎出生不久后，苏红安就把他们丢弃了，同时偷偷安排他白月光的龙凤胎冒充徐总的女儿，也就是现在的徐思安和徐念安。好，我知道。顾总，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徐总啊？如果他能及时醒悟，或许你们的婚姻还能有救。不用了。周白，你明明早就知道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一个不忠诚的另一半，一段掺杂了背叛和欺骗的婚姻，有什么好值得挽救的？我就是想要看看，为了那对野种，你能背叛我到什么程度？我就是想让你也体验体验，当你得知所有的真相之后，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。我已经体会到这种感觉了。周白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今天来就是跟你道歉的。阻碍我们感情的那两个野种，我不要他们了。周白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像以前那样，我发誓这次一定好好爱你。回到以前？对，就像之前那样。周白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你之前是那么爱我。我和周白之间有那么多美好的过往，他虽然现在对我冷漠，但我相信只要我找回那些美好的回忆，周白就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你记得我所有的喜好。茵茵不喜欢吃鸭翅，以后炖肉的时候要把整个鸭翅部分剔除。茵茵很讨厌深色的衣服，这样会让她觉得显老气。26号下午2点，茵茵要出国旅游，我得记着她，提前提醒她。我生病的时候，是你在床边不眠不休的照顾我；我们被困在雪山的时候，也是你把仅剩的食物和水给了我。你知道我失眠，你特意为我做的安神香。茵茵，这段时间你睡眠不好，我去拜访了一位老中医，他给我了一个安神香薰的制作方法，我去把它做出来，给你缓解缓解。还有，我胃不好，你特意为我选了调配药材，每天都为我熬养胃的粥。白术2钱，茯苓3钱，搭配山药、陈皮煮粥，可以养胃。你知道我所有的事情，你爱我的痕迹贯穿了我人生整整25年，这份爱我怎么能说丢就丢呢？所以你就用背叛和欺骗来回馈我所有的爱，是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徐茵茵，当年你父母重男轻女，连大学都不让你上，是谁一天打3份工，跪在他们面前磕头，让你念完了大学？结婚的时候，你父母非要30万的彩礼，要不然就把你嫁给村里那个杀猪的官夫。是谁为了贷款把你从火坑里救出来？后来又是谁累死累活的创办公司，让你成为了人人都羡慕的阔太太，给你的父母发生活费，给你的弟弟买房买车？是谁让你成为了你娘家的贵人？
被所有人都高看一眼。是你，都是你，周白，我知道你一直是全心全意爱我的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只是想求你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当做你最后再心疼我一次，好吗？心疼你？那我呢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忍受着你的欺骗和背叛，又有谁来心疼我的一丝一毫呢？不是，周白，你听我解释，你不需要再解释什么了，我和你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请你现在就离开，永远都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。周安，我今天都有哪些行程？今天周末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。顾总，我想给你请个假。你发烧刚好，最近为了公司的上市又忙前忙后的，确实累了，我给你批半个月的假。不是的，顾总，我是说我想给你请个假。给我请假？是啊，这些天你比我还要累，现在好不容易有时间缓一下，我给你安排了畅玩一天的行程，劳逸结合嘛。好，听你的。好，那我们收拾收拾，准备出发吧。周白，就算你不愿意搭理我，我也不会放弃你的。只要我坚持下去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的。带我来这是？当然是带你来游乐园啊！这么多年来，你除了工作就是照顾家里，肯定没有时间出来玩。再过几天就是小长假了，我们公司也算是步入正轨了，不如我们出去旅个游。周白，公司现在还离不开你，旅游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吧。这2张假也不能浪费。这样，我跟我的小姐妹去玩吧。啊，好，那你们玩得开心。谢谢老公。家和公司到这儿不过才1公里，可对于我来说，好像是2个完全独立的世界。幸好我终于摆脱了那个束缚我将近半生的事情。顾总，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，咱们今天既然出来了，就要开开心心的玩，玩完以后呢，再去吃一顿大餐。好。之前一直听同事说这家餐厅味道很好，如今我也终于有了配餐。来，尝尝。怎么样？好吃。茵茵，我刚做完的项目，拿了笔提成。走，我带你吃西餐去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那我想吃烛光晚宴，可以吗？好，都听你的。你好，这是你们订的蛋糕。蛋糕？是我订的，放这吧。原来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！我们一起共事了那么久，我居然才知道。顾总，你忘记了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！我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，你居然能记得？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了，专门打听的。我知道你有一个很爱的女朋友，知道你学习很好，
也知道你的口味。生日我也记了20几年，快来尝尝。我最喜欢的是香草味，来尝尝。周白，原来今天是你生日啊！你怎么不说呢？你早点跟我说，我……你在意过吗？茵茵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给你买了个手镯，你看，虽然不是金的，但是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努力工作，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茵茵，你的生日又到了，这栋别墅是送给你的礼物。我说过，要让你住上大房子。是啊，周白记得我每年的生日，可我为什么从来不记得他的生日？从来没有替他准备过生日礼物呢？哎，茵茵，你要出门啊？哦，今天是我姐妹生日，我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先走了啊。晚饭也不用等我了。可是今天是我生日啊！周白，我最近新交了一个好姐妹，今天生日，我去给她庆生，晚上就不回去了啊。周白，我三姑妈的儿媳今天生孩子，我去医院陪陪她。周白每年的生日，我不是陪别人，就是在给别人庆生。我为什么从来没有替周白过过生日？我真的在意他吗？谢谢你，陈婉。今天的游乐园很好玩，蛋糕也很好吃。今天的生日我过得很开心。这就开心了，我还给你准备了惊喜呢。还有惊喜？你看窗外，喜欢吗？我一直以为家和公司就是我的全部，我以为我这辈子唯一的任务就是拼命的工作，赚钱养家。我从没想过，原来我自己也有过生日的权利，也有享受生活的权利。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你应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过完一生，而不是因为一些东西而画地为牢，失去自由。顾总，其实我更想叫你周白可。我本以为这辈子只能跟你在职场上才有交集，但没想到却让我等到你单身唯一的一天。我已经错过你20多年了，这一次我想弥补遗憾，我们在一起吧。周白，你别答应他，我求你了，你是我的，我不能接受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。徐茵茵，我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，你我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无论我跟谁在一起，都跟你没关系。这里太吵了，我们走吧。周白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你就是为了故意气我，才会答应他的告白，对不对？我知道过去我一直忽视你，但是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曾经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，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？适可而止吧，徐女士。难道你没看到他根本都不想理你吗？至于你口中所谓美好的回忆，指的是他记得你所有的喜好，他把唯一的水跟食物给你吃，他为你煮养胃的粥，还是他为你制作安神香薰，这些不是美好的回忆，只是他单方面且不知回报的付出。而你少在这里自诩深情，你不过是习惯享受他的付出，根本不是爱他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我爱他，我比你更爱他。周白，你相信我，这个女人就是看上了你的钱，她就是想趁机上位，你千万别被她骗了。小心！陈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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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坚持住，我这就送你去医院，这里需要救护车，现在！你等等，他有我的表白，我怕我以后都没有机会听到。我答应你，我都答应你，别说话了，救护车马上就到。为什么我没有冲上去挡住车？难道我真的不如香城晚爱顾周白吗？哎，茵茵，你要出门啊？哦，今天是我姐妹生日，我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先走了啊。
晚饭也不用等我了。可是今天是我生日啊！徐茵茵，我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，你我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无论我跟谁在一起，都跟你没关系。与我无关？怎么可能与我无关呢？我们可是20年的夫妻，早已经把彼此刻在心里，怎么可能说断就断？但是你怎么能答应那个女人的告白呢？等等，答应我的表白，我把我以后的日子结婚给他。我答应你，我都答应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难道你也觉得我不爱你吗？至于你口中所谓美好的回忆，指的是他记得你所有的喜好，他把唯一的水跟食物给你吃，他为你煮养胃的粥，还是他为你制作安神香薰，这些不是美好的回忆，只是他单方面且不知回报的付出。然而，你少在这里自诩深情，你不过是习惯享受他的付出，根本不是爱他。我是习惯了你的付出，我也是真的爱你啊！明明我们已经携手走过半生，明明我们可以白头偕老，怎么我们就走到今天这步了？为什么？茵茵，你醒了，我回来了。我们以后要白头到老，再也不分开了，好吗？周白，你回来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徐茵茵背叛我这么多年，甚至还让那对野种继承公司，吃我绝户，现在还想让我原谅你，做梦！娘，周白，你不要走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不要离开我，周白，周白，你别离开我，别离开我，茵茵，真的是你，你原谅我了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我的。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？你不知道自己胃不好吗？来，我扶你起来。周白，苏红啊，都是因为你让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们几个废物啊，连房租都交不起，还想在这白住啊？啊，给老子滚！你什么你？再敢说一句废话，老子废了你！现在好了，别说继承1万家产了，我们连吃住都没有地方了。爸，今天我们不会要住桥洞吧？哎，你看大新闻啊！
向成晚为了去顾总被车撞了，还好司机刹车及时，才没让他伤到要害。啊，顾总，就是那个被妻子背叛、奸夫淫妇还有2个野种算计家产的顾氏集团总裁顾周白吗？就是他，不过那都过去的事儿。昨晚向成晚表白成功，这顾总啊，不仅事业更上一层楼，就连人生也焕发第2春，真让人羡慕啊！不是这。该死了，我们连吃住的地方都没有！这个老东西，凭什么事业爱情双丰收啊？凭什么？我也不甘心。我知道你们想报复顾周白，我可以帮你。徐英，你怎么在这？我之前是徐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就算我没给公司做过什么事情，我也还是知道公司一些机密的。只要我把这些机密曝光出去，公司的股票必然会大跌。到时候，我至少可以趁乱挪出来5个给你。你跟我们说这些干什么？你不是很爱顾周白吗？怎么，要跟我们一起对付他？爱，我不过是做错了一点小事，他就死抓着不放，现在居然还答应了那个狐狸精的表白，我受不了。我得不到的，我一定要毁了他。当然，我也不会白帮你。事成之后，我要3和聂安任我老妈，以后给我养老送终。你们要是不愿意，我现在就走。哎，之前呢，我们对你也是一时糊涂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这20多年的亲子关系不是说断就能断的。这样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的亲生母亲，是不是啊，三？啊，对。那妈，要怎么曝光那些机密呢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这样，我先把原来的房子续租一下，然后再让你们吃顿好，最后我们再慢慢商量。3年，饿坏了吧？来，快吃。哎，洪恩，你也别愣着，多吃点。莹莹，你真好。哎妈，我吃饱了。现在说说我们具体怎么做才能保证领导东西的公司挪出5个亿？对呀，妈，你快说呀，我都等不及了。真是3个蠢货，还逗你们玩呢。就凭你们3个，还想分5个亿？妈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是不是还在意我们之前那样对你啊？我发誓，我们以后你们3个就是离了我活不了的废物。你凭什么以为你们3个配让我开玩笑啊？莹莹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且不说我压根儿就没给公司做过什么事儿，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公司的机密。我就算知道了，你们该不会真以为我会为了你们3个蠢货去对付周柏吧？你敢耍我们？我耍你怎么？你们把我害得这么惨，该不会真以为我脾气好吧？你个老贱人，敢耍我们？信不信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？老子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骗我们？你怎么这么坏呀？徐思安、徐念，你们能长这么大，能过20多年的优渥生活，是我给，也是我背着顾周白偷偷给你们真金白银。就算没有血缘关系，你们也应该知道感恩。结果到头来，我养出来你们2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你骂谁白眼狼呢？信不信我打死你？想打死我，我还能站着脸再说。你说什么？思安，你怎么了？思安，你怎么了？思安，
要做什么？当然是给你加了那点好东西。苏红安，今天这顿饭就是你们父子三人的断头饭。虽然剂量不是很多，但足够你们下地狱。这个贱人，给我帮你们下毒！你好恶毒啊！啊！我恶毒？苏红安，你居然有脸来说我恶毒！从当年那场同学聚会开始，你就在算计我，一步步算计到我今天这个份上。谁才是恶毒的那个人？你！我什么我？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我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放过你？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们一家三口的忌日。疯了！你个疯子！对，我是疯，我疯也是被你逼疯的。如果不是你，我现在依然是徐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我依然是顾周白的妻子，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的过一辈子。是你把这一切都毁了！我错了，我认错了，拜托你，我求求你，帮我打个急救电话。我保证，我带着斯坦连安出谷，再也不会回来看。我求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要死吧？像你这种人，压根儿就不会觉得自己做错。反正现在不管说什么都晚。你下毒让我们以身试三分，犯罪，你也会死的。我已经报警自首，自然会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我死不死不重要，我就想让你们死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哎，陈婉，你怎么下床了？医生说你骨骼错位，需要休息，我扶你回去。哪有那么矫情啊？我小的时候调皮就经常摔到磕到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的。走，坐着歇会儿。你先看会儿电视，我去做饭。近日，我市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投毒案。根据调查，嫌疑人正是顾氏董事长顾周白前妻徐茵茵，受害者则是与他有过一段隐秘过往的老同学苏红安。据最新消息，苏红安的一双儿女徐念安、徐思安当场毒发身亡。苏红安虽得到及时救助洗胃，但却被毒素破坏大脑神经，成了植物人。徐茵茵虽是主动自首，但因犯下大罪，影响恶劣，处以死刑。周白哥，都过去了。是，都过去了。周白哥，我们结婚吧。这个傻女人，从年轻时候一直等到现在。如果我和徐茵茵的婚姻没有破碎，恐怕她还会一直等下去。如今既然有了机会，这份相守以盼的深情，我只能用余生来回报了。好，挑个好日子，我们结婚。好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